朋友们，这辆 BQ40的伸缩太阳能板改完了啊，总共是400瓦，但是地上大家看啊，还有2块100瓦的，加起来的话就是600瓦。刚才高师傅算了一下啊，大概是100多瓦的一个发电功率啊。因为今天天不是很好，朋友们看啊，阴天。看看朋友们，这就是上下2层伸缩的太阳能板啊，加上下边折叠的200瓦，就组成了一个600瓦的太阳能板啊。目前阴天的发电功率的话100多瓦。这样车友钓鱼在一个地方就可以待上好几天了。朋友们，作为一辆 SUV 车型，能装上600瓦的太阳能板还是非常难得的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像 B 型房车车顶一般只能铺400瓦到500瓦左右的太阳能板 ，C 型房车的话，正常来说也就是600瓦到800瓦。如果说你做架子的话，才能铺到1200瓦。对于床车来说，有600瓦这个转换功率啊，相对来说电力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补充。因为很多车友啊，像我身后的这个 BQ40的车友都喜欢钓鱼，所以说在一个地方一停好几天，如果没有太阳能板的话，又不方便接市电的情况下，用电就特别的捉襟见肘。但是有这600瓦的板子以后啊，将来到晴天的情况下，大概发电功率能有300多瓦，再加上460安的力威原厂的磷酸铁锂电池啊，储电这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。带一下并联空调啊，平常给手机充个电啊，都是够用的。这辆本田的 CR-V 啊，朋友们看看，把备胎已经取出来了。其实 SUV 车型啊，这个空间是完全可以好好利用一下，可以装磷酸铁锂电池啊，甚至于啊行车充电。看看咱们的线束啊，师傅们活干的还是非常好的，都有波纹管保护，包括行车充电啊、柴油暖风啊，都可以固定在这个位置。CR-V 的发动机舱特别的紧凑，朋友们，咱们把并联驻车空调的压缩机安装到这个位置了。很多车型，包括日产奇骏啊，在装的过程当中也是不太好装，但是来到咱这啊，总归能找到位置给大家装好。最近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问并联驻车空调的工作原理啊，其实就是这么大一个电动的压缩机，通过锂电池来驱动，把它的高低压管并到原车的高低压管路上，同时共享原车的冷凝器和电子风扇。通过原车的出风口啊，就可以直接把冷风给吹出去了。这样您在驻车休息的过程当中，就不需要把车打着，也不用担心影响方向中毒，使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，朋友们。它的工作原理目前仅限于单冷啊，不是冷暖共用的。所以说冬天的话，如果想取暖啊，建议大家装一套柴油暖风机，并联驻车空调就是制冷用的。看看我的50小床车，朋友们怎么样？更有家的感觉了吧？下边铺了一个单人床啊，睡了一晚上还是非常舒服的。上面这个位置我放了一个小米桶，因为咱们这个车里边不缺水啊。车载冰箱、调料瓶，咱们的户外电源。咱们这辆床车不缺电的一个主要原因啊，就是有这个400瓦的伸缩太阳能板。快到10月份了，这个车里还是非常热的，因为太阳出来以后直射啊，别说咱这个小铁皮车了，就是我们办公室也是非常热的。所以说中午吃完饭，大轩都是宅在我这个小家里，开着空调，吹着凉风，在床上啊刷刷手机，感觉特别的幸福。得益于现在咱们的这套录影像，刚才大家也看了，无论是储物啊，包括里边平整的单人床或者是平铺的双人床，都是可以实现的。同时升降架上可以放冰箱、电源，还有水桶啊。当然放了一个小米桶，因为咱这个车里边装了80升的一个水箱，所以说我们不缺水的。您如果是后备箱平整的 SUV 啊，都可以定制这么一套录音箱，所以说不用担心说适不适配您的车型啊，因为咱们都是专车专用测量定制。目前呢，这个箱体啊做的也是非常的美观，同时也更加的轻量化。带升降架款的话，只有60-70斤重啊，比之前卖的箱体也是要轻了很多。所以说下手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机。这2天大众途昂的车友啊，包括丰田霸道的车友咨询的还是非常频繁，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。咱们这不光有改装啊，还卖房车。盛虹房车以团购房车、低价房车为主，咱们现在去看看。为了让广大车友能够买到更性价比高的车型，河南盛虹房车批量买断厂家的房车，通过团购的形式，将新车的价位做得接近于二手车，让大家能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车型。